从16岁到98岁，用针线连缀起82年的光阴，从民国美人的衣香鬓影，到纽约大都会的 T 台，楚鸿生，上海滩最后的旗袍裁缝，见过了悲欢，见过了繁华，风上去又回，不变的是对手艺的历练。了不起的匠人，我们来认识旗袍匠人。这里是上海长乐路附近的一家养老院，老人们大多已过耄耋之年，在院中过着平静的生活，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之中有一位活着的传奇，那就是被称作上海滩最后一位裁缝的旗袍工匠大师楚鸿生。楚鸿生今年99岁，在入住养老院之前的80个年头，他用手中的尺和针为上海名媛们裁制了一件件堪可传世的海派旗袍经典之作。中国阿拉生意老好的，这个电影明星唱歌的，交际上面的，那韩青青啊，像蝴蝶啦搿种明星啊，种白杨啊。楚鸿生1918年生于苏州，1933年来到上海的裁缝店做学徒。就在他来到上海这一年，海派旗袍已经打破旧式旗装对展现女子曲线美的束缚。楚鸿生生逢其时，又天赋过人。3年后，他为影后蝴蝶裁制了一件白色镂空蕾丝材质的旗袍，一时惊艳沪上。蕾丝旗袍能够做有镂空的，有实心的这个，蕾丝旗袍的性能啦，其实差点的做法。80年后，这件蕾丝旗袍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上展出，纷繁交错的针法，典雅流畅的剪裁，让观者惊叹不已。2014年，楚鸿生终于放下了手中的尺和针，告别近80年的匠人生涯。但他的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旗袍。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要拿阿拉搿搭公司作为实习基地，侬要有交关外国学生来了，英国学生啊，德国学生啊，侬老早子学过日文，后来慢就还学德文、学法文了。周珠光是楚鸿生的忘年之交，他在上海开了家有名气的旗袍店，楚鸿生就是他的合作伙伴。两人相识于1998年。周珠光说，认识楚鸿生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就说他是一个神了，很多的客人他不用量皮尺就能够说出别人的三围啊，能够很精准的来说出，非常非常纯粹，好像在他脑子里面只有旗袍。我觉得他这个人的人生就是为旗袍而生的。海派旗袍的工序大体上可分为量体、制版、裁剪、制口4个步骤。在楚鸿生手中，这些工序不再是刻板的工艺流程，而是女人身上流动着的气韵，是含蓄与性感之间微妙而隐秘的平衡。这是80年间楚鸿生领悟到的旗袍之道。开始做旗袍的时候以旗袍出口为主，那么后来楚老来了，他建议我们做高级定制的旗袍，那么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筹备做高级定制的旗袍。高级定制呢，手工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楚鸿生的旗袍之道深深地震撼了周珠光。在楚鸿生指点之下，周珠光将海派旗袍高端定制的理念重新带回到了上海滩。楚鸿生也已80岁高龄，
重开山门，接续海派旗袍的命脉。老弟，劳动模范，他是劳动模范啊。靠那个各位老师么好。可能讲小姑娘在家长了的，现在赚钞票了，赚钞票了。敲皮敲了哪能？跟老早一样嘛。搿件是做侬80年前头做的，帮蝴蝶做的搿件旗袍，阿拉重新做一件新的出来。老的一件衣裳已经要脆脱快了。老早来是旗袍进口来是真吃香了，真吃香。我刚来的时候，我女儿才这么高，带到单位里来，她一直记得的我女儿多高。她说把我像当成女儿一样的呀，感觉她就是认真，她样样都要精益求精。我们有个客户做了件衣服，实际上呢没相差多少时间，他来拿没拿到，我师傅晚上亲自给他送过去。他当时要将近90岁了，啊，搿搭要再送眼吧，搿这车上来。朱敬友，1983年拜在楚鸿生门下，30余年的磨砺，一把量衣尺，使得炉火纯青。搿几样针啊，包括搿肩胛包啊包得老好。侬讲个譬如讲，海派旗袍有重量身，通常要测量人体的26个部位，其中用以胸、腰以及最细处的浪腰指为关键，在这3处精确的尺寸反而失去作用。量体千万不能很精确，如果你照顾客体型量的话，这样体型他做不好的。你一定要把顾客缺陷的地方给他弥补掉。有点小胃包的话，它这里它会很平的。你如果很瘦的话，它那个省到没法，也不可能一直用皮质质量，一定要看清楚。比如说胸围啊，前割胸、后割胸的话，也是要通过目测看的。与量体的要求不同，制版师傅的手法要求绝对的精准。曾经中国传统的服饰材质并无制版这一道工序，量体之后靠匠人经验直接剪裁。尽管优秀的工匠们都能做到分毫不差，但是很多别具风格的旗袍版型却随着匠人的逝去而淹没无闻。就是用纸板先打好绑，再放到布上去裁，这样更精准，而且它可以反复的用。通过有个版型下来呢，就能够做到统一。这个面料做这一件，换个颜色，换个面料，你同样用这个纸板，还是做出来是大小尺寸。如今，制版早就成为海派旗袍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不仅留住了版型，也为师徒传承提供了最好的教具。裁剪是旗袍制作中最为繁复的一个步骤。楚鸿生那一代匠人将中国传统服饰剪裁的技巧全部都运用到海派旗袍的制作中去。学徒想初窥门径，尚需3年；登堂入室，则非得10年以上的苦功不可。侯英豪是楚鸿生得意弟子，他从楚鸿生那学到了一个“活”字。手要巧，针线是死的，那个手是活的。缝纫机的针嘛，也是要最细的那种。有的人敲得快，有的人敲得慢，这里的差不直，穿在身上也不好看，歪歪扭扭的。海派旗袍的魅力在于流畅贴体，穿着者在镜里与行走之时，都可呈现出与自身气质相得益彰的韵律。所谓的“活”字，就是时时体察这种韵律。老早阿拉学生有辰光，缝纫机啊不大用的，缝纫机啥个单位大了又容易伸缩，对吧？所以人家看见一定要手工做。裁制完成后，再以盘扣点睛。我们做纽扣，一个是根据衣服的面料、滚条、衣服的式样，
人的胖瘦各不相同，他要求不一样，什么花型配什么纽子。盘扣的活性为海派旗袍诸般工艺之最，盘扣的技巧种种式样，在于活学活用，灵活多变。做花纽的中心思想要搞清楚，然后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文化中代表着美好和祥瑞的事物，都可成为盘扣的形制，运用之妙，只在制作者一念之间。一件旗袍即可通体皆活。楚鸿生的弟子们系统地传承了海派旗袍的制作工艺，海派旗袍之技薪火相传，而海派旗袍之道的传承则尚需时日和机遇。因为楚老当初学徒的那个时代，他说学徒是学3年帮3年，要6年的学徒时间，每一个徒弟学出来都要养家糊口的，他基本上要把所有的工艺步骤都要学会。那么现在呢，更多可能是说的一个分工的时代，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个步骤，把它每个步骤分解了之后，把每个步骤做得更好。在周烛光看来，分工是大势所趋，海派旗袍之道的传承也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注入到已有100年荣光的行业中来。现在个旗袍呢，开了当中开了旁边开了中间，这式样，阿拉自家后人个旗袍讲起来，式样品种特别多，所以人家客人蛮欢迎新品种的。民国时期的海派旗袍多半含蓄温婉，时代日新月异，旗袍的款式和风格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它有一些是画出来的哦，画出来的很多都画出来的，对，有一些服装它但只是画出来之后，它很多还是变成了当时的流行。张琛是周烛光的妻子，店里的新式旗袍设计大多出自她之手。这件旗袍的名字叫做凤蝶，来源于那个我们的凤冠上面的一些凤蝶的造型设计的。它实际上带有做了一些立体裁剪的这种做法，目的是向世人展示，就是我们的旗袍它也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然后也能够跟上世界的一种审美的眼光的一件旗袍。今天人们看旗袍是传统服饰，而海派旗袍实则是100年前那一代匠人在西风东渐的熏陶下博采众长的产物，除旧布新，才可延续海派旗袍的生命。可是无论款式如何变换，手工制作的海派旗袍始终保留着更加纯粹的味道，这得益于匠人们对手工工艺的坚持。这样的坚持却并不容易，这个东西就是要靠时间做出来，所以学这个行业的人在原来来讲是很多的，现在来讲相对来少掉了。徒弟带了好几个了，不过有的已经不做了，他们吃不了这个苦。都是快节奏的社会嘛，这种真是要慢慢的来。每周五，周烛光会带着楚鸿生去上海的和平饭店参加旗袍之夜的聚会，在这里聚集了上海许多旗袍爱好者。听说楚老要来，大家也都满怀期待。跟旗袍有关的活动，他都很开心。像和平饭店都是他以前的经常去的地方，只有那么多老朋友、老客人。这是楚鸿生最开心的时间，在花团锦簇、素雅清丽的
衣香鬓影之中，楚鸿生会想起生姜水暖、芋圆花香的旧时光影吗？旗袍是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东西。我们除了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这个旗袍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现在不是做指导蛮好嘛？那眼徒弟侪起来了嘛？对，知道了。就到侬100岁的辰光再来，再到得来啊！自1933年开始，楚鸿生的一生献给了海派旗袍。80余年间，东方女性的集体审美几经幻变，在浩浩汤汤的历史洪流下，楚鸿生承载了海派旗袍近1个世纪的花样年华。匠人老去，匠心不死，传奇还在继续。